欢迎收听华瑞投资观点。美股市场的赢家正在让投资人感到焦虑吗？如果您也对当前强劲的涨势感到坐困愁城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正站在泡沫的顶端，那么高盛的最新发现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。因为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当市场赢家开始摇晃时，我们真正该盯紧的往往不是涨得最高的那群人，而是那些长期被市场冷落、被资金遗忘的输家。根据高盛的报告显示，当前的美股动能因子正经历10年来最亮眼的开局，这种表现甚至超出了许多资深量化交易员的预期。非受限的高贝塔动能指数在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 57%， 而纯动能指数也上涨了 25%。 然而在这惊人回报率的背后，市场情绪极度脆弱。高盛观察到，单日下跌超过 5% 的次数在今年前几个月就已经超越了2022年一整年的次数。华瑞认为，这种极端回报与极端不稳定并存的意向正是一个强烈信号，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风格切换可能随时爆发。高盛进一步指出，动能因子的表现目前极度不均衡，几乎完全是由过去的赢家所驱动，而非整体市场的复苏。这些赢家股在今年以来上涨了 57%， 对比之下，那些过去的输家股表现仅仅持平，甚至还下跌了 1.5%， 其走势甚至不如剔除人工智慧标的后的标普500指数。这种回报的巨大裂口伴随着极高的拥挤度，让市场对于动能反转的担忧已经达到了10年来的顶点。尽管如此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高盛分析发现，这些领头羊的涨势并非单纯依靠估值喷发，背后其实有着强劲的获利修正数据作为支撑，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。然而，华瑞认为，即便基本面看起来无懈可击，当对冲基金在动能因子上的报险达到5年来 97% 分位数时，市场已经像是一条绷紧到极限的橡皮筋。高盛回顾过去10年的重大崩盘数据发现，动能因子的崩溃通常不是因为赢家突然崩盘，而是因为那些原本被看不起的输家板块突然出现了报复性的补涨。在过去所有动能因子大跌超过 5% 的案例中，原本被机构大量做空的输家部位有 91% 的时间是独立于大盘强势上涨的。华瑞认为，这种输家追赶的现象才是专业经理人最恐惧的噩梦。这种资金大班风通常需要一个宏观的导火线，例如地缘政治传出停火协议，或是通膨数据出现意外的软着陆。这种正面的宏观转向会触发大规模的广度扩大交易，迫使空头回补，资金从拥挤的科技龙头撤出，转向那些估值极低的落后者。高盛的数据显示，在 90% 的动能飘售潮中，赢家股下跌的同时，输家股会同步飙升。这对传统的多空对冲基金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双重打击。华瑞认为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盛的广度指标已经来到自2008年以来最狭窄的水平，因为这代表着一旦反转，能量将会极其巨大且迅速。为了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生存，高盛在2025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一套更为精细的防御策略，也就是针对各个板块量身打造的产业因子篮子。高盛认为，传统的动能因子对冲已经失效，因为不同产业之间的动能特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离散。想象您是一名金融业经理人，却使用广义的动能指数来避险。华瑞认为，这将会造成致命的错配，因为当科技股带动广义动能飙升时，金融业的动能表现可能完全脱节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，传统工具已无法精准对冲特定产业的分割风险。高盛指出，当前市场的这种微观离散性已经深入到了医疗、消费与科技等每一个具体领域，因子波动率更是一举冲上了3年来的新高。为此，高盛团队结合了巴拉与沃尔夫的因子模型，构建了一套专属的多空配对篮子，旨在优化对特定因子的报险。华瑞认为，这种工具的创新之处在于，它能提供极高的因子抗感，同时却能剔除掉那些无关的风险，例如成长性波动或剩余波动率。这对于在波动市中寻求超额报酬的投资人来说，是一套极具针对性的手术刀式工具。在具体的构建逻辑上，高盛展示了极其严苛的筛选过程。以科技媒体电讯板块为例，这套工具排除掉了比特币挖矿等高变数标的，其动能载入值达到了 2.24， 且流动性极佳。而在医疗保健领域，高盛则对生技产业的权重进行了上限控制，
避免让单一子产业的暴涨暴跌干扰了整体的动能报险。华瑞认为，这些筛选标准反映了机构投资的高度审慎，他们正在极力区分什么是真正的趋势动能，什么只是由热钱短暂炒作出来的杂讯。高盛提供的详细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分化的严重性。在消费板块中，为了保证因子的纯度，他们特地排除了汽车零组件以及特定的互联网零售商。而在金融板块中，则剔除掉波克夏这类具有特殊性质的大型权值股，以确保篮子能真实反映金融业的动能强度。华瑞认为，从这些排除清单可以看出，不同产业内部的风险雷区截然不同。如果您还在用一套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所有股票，那么在2026年的市场中可能会面临严重的资信偏差。目前，实现波动率的数据正对市场发出最强烈的警告。高盛强调，动能因子的实现波动率在各个时间维度都在同步飙升，1、3、6个月以及1年的波动率分别达到了 55.63%、53.07%、51.37% 与 43.51%。华瑞认为，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变动，它代表着原本稳定的市场结构正在发生质变。当波动率维持在如此高位，任何市场的一草一动都可能引发多杀多的连锁反应，投资人必须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流动性冲击。高盛在报告中特别提醒，由于做空强势股往往会面临巨大的轧空压力，因此利用衍生性金融工具来构建有限损失的避险结构是较好的选择。例如，针对那些被市场抛弃的动能输家，买入看涨价差期权，或是针对手上的赢家部位进行卖权价差的保护。华瑞认为，在目前这种动能因子极度拥挤的环境下，直接反向做空零头股就像是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驶。利用期权工具来控制最大的下行风险，同时保留在市场风格切换时参与补涨获利的机会，才是更具智慧的防御战术。值得我们警觉的是，高盛研发的市场广度指标显示，目前的市场状态是自网络泡沫以来最窄的时刻之一。虽然部分赢家板块如记忆体相关主题的获利表现依然无可挑剔，其盈余预期增长率甚至高于股价涨幅，但华瑞认为，当市场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少数出口时，风险就已经埋下。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获利再好的公司也无法在缺乏流动性的抛售潮中全身而退。当获利预期被过度定价，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数据偏差，都可能引发市场从赢家部位撤离，并向输家部位钻狂补涨的风暴。总结高盛跨越2年的深度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市场正处于一个高回报、高波动与极度拥挤的十字路口。华瑞认为，虽然动能因子的强劲惯性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，但过去那种靠单一因子买入赢家就能获利的简单模式已经终结。随着市场广度来到极端窄位，产业内部的离散性正在成为新的胜负关键。未来的市场将会更加考验投资人对于微观因子的掌握度，以及在极端波动环境下的应变能力。华瑞认为，在动能因子报险处于历史 97% 高位的今天，投资人最该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是否过于拥挤。高盛的历史数据已经明确揭示，真正的危机通常不是来自于领头羊的崩盘，而是来自于原本无人问津的输家部位出现突发性的空头回补。与其在历史高位继续追逐那些过热的明星，不如开始利用高盛提供的产业因子工具，进行更精确的下等风险控管。关注那些拥有获利支撑但评价仍被低估的落后标的，或许才是您在接下来的市场切换中能笑到最后的关键策略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